今天的视频了解唯一复活的4缸 250cc 仿赛，来自传祺 ZXR 250家族，分别为 ZXR 250、传祺宝马巴里乌斯 ZR 250。以及最新款的 ZX 252。往期视频我们聊过本田 CBR 250、CBR 400、VFR 400、NSR 250这些非常经典且经久不衰的车型，但是这些车型都已经停产，并且一直没有复活。日系4缸250目前唯一真正复活的就是传祺 ZX 252。据说传祺4缸400的 ZS-4 也要马上复活，但是应该不会引进，如果有，也和 ZX 252一样，走小贸途径，价格出奇的贵。再说到传祺4缸250，它是4大厂最后一个推出4缸250的厂家，并且只在日本本土销售，其他国家都是非官方引进。它的第一款车型是 ZXR 250，发布于1989年，一共有2个型号，一个是 ZXR 250普通版，一个是 ZXR 250赛道版。赛道版的区别就是改进了齿比和高性能化油器，除此以外都是一样的。发动机是一台水冷 249cc 4冲程，向前倾35度的直列4缸发动机，最大马力15000千转，爆发45匹，最高转速可以拉到19000千转，峰值扭矩11500转，爆发24.5牛米。这个45匹就是当年4缸250的法规，实际上传祺可以做到53匹左右。至于外观造型和当年的 ZXR 400是一样的，都是铝制车架双圆灯设计，油箱这2根管子是冲压空气的进气管，使用6速变速箱链条传动，座椅高度735，油箱容量15升，净重144公斤。这个重量在当年4缸250级别是非常屌的存在。推荐使用 10W40 机油 2.55 升。后期1991年推出了升级版的 ZXR 250，外观最直接的区别就是双圆灯变成了蝶灯，你也可以称之为笑脸大灯。重新设计了铝制车架，使用了6副轮毂，依旧标配的冲压进气叫 K2AS。新款增加了机头散热系统叫 KCAS。这个机头散热系统说的直白一点，就是速度起来之后，通过外壳导流把自然风引到缸头来进行散热。除此以外，最大的改变就是把转速提高到了16000转，爆发45匹，11500转，24牛米。整车净重做到了141公斤，0-100加速6.3秒，极速160。想跑得更快，就需要解除卸脂，解除以后可以干到180到200。马来西亚改装版可以干到240左右。后期1993年到1999年停产这一批，马力降到了40匹，22牛米。目前水车价格在5000到9000左右，具体看成色、年份、车况，但是不能上路，非法。它的竞争对手是本田 CBR 250、雅马哈 FZR 250、铃木 GSXR 250，这些车型有空再聊。另外，同时发布的还有一个车型叫传祺巴利乌斯250。给大家解释一下，这个巴利乌斯是一个希腊神话中一个马的名字，应该是鹰神女妖和西风之神的后代。另外，巴利乌斯还有一个兄弟叫桑托斯，这3个名字也是传祺的3款车型，分别为传祺西风系列，比如西风400、550、750、1001，和今天的传祺巴利乌斯250，以及传祺桑托斯 ZR 400D。这些车型这个故事以后慢慢聊。另外，国内摩友称之为传祺宝马250，也叫 ZR 250。这个传祺宝马的由来，除了巴里乌斯本身的意思，就是来自于油箱上面宝马的标志。它的第1代车型生产于1991年，停产于1996年，与 ZXR 250同款发动机。不一样的是，传祺宝马改变了凸轮，强调了中低转速扭矩，虽然依旧保持了15000转45匹，11500转25牛米，但是传祺宝马更快，原厂0-100加速6秒，极速170。只是峰值转速从19000转降到了17000转，油箱容量依旧是15升，净重141公斤，整备重量163公斤，使用了钢管车架、抛光引擎、不锈钢排气、铝制后摇臂、后中置节震器。1997年发布了传祺宝马第2代，停产于2007年。第2代最直接的区别就是把后中置节震器改成了后双节震器，并且改变了油箱上面巴里乌斯徽章里马的样子，也改变了后尾造型，使用了更大的排气，并且增加了轴距。说的直白点，就是改变了主框架的枢轴，并且从1997年开始，最大马力只有40匹。
1998年增加了防盗锁和车头锁。2001年马力降到了14000转39匹20牛米。2003年油箱容量也从15升降到14升。它的竞争对手是本田小黄蜂250、铃木道斐 GSF 250、雅马哈海豚 FZX 250。这4款车型以今天来看，还是小黄蜂250保有量、保值率更高。至于传祺宝马，目前价格大概在3000到9000左右，具体看年份、成色、车况，但是不能上路，非法。ZXR 250和传祺宝马250百公里综合油耗大概7升左右。后期2020年，传祺突然复活的4缸250取名为 ZX252， 并且分为3个型号，分别为 STD 标准版、SE 特别版和 KPT 赛队特别版。整体外观是经典的忍者风格，与忍者400、650一个造型。新款的水冷4缸250发动机可以在15500转爆发50匹，14500转爆发23牛米，整备重量180公斤，增加了 ABS、3级轻离控制系统、模式选择、电子节气门、滑动离合、快速换挡、冲压进气也一直保留。另外 ZX252的 ECU 和 ZH2 属于同一个平台。至于其他的一些参数细节，大家应该看过不少，肯定比我清楚，我就不再废话。这辆摩托2021年开始国内就有小轿车，价格9万以上。至于传祺为什么突然复活的4缸250，其实就是为了在印度尼西亚的250市场脱颖而出，以展示传祺强大的制造力。另外一方面，就是2021年开始，日本 GP250 赛事允许4缸250参赛，这也说明4缸250在未来绝对不仅仅只有传祺，因为每一次赛事规则的松懈都会涌出很多神车，反而每一次赛事规则的限制又会抹杀很多神车。反正说到底就是一句话，赛事就等于宣传，跑第一就是最好的广告。视频最后总结一下，小排量4缸250基本都是高转机，所以跑街转速拉不起来，骑着会非常累。所以传祺 ZX252的模式选择以及4合2合一排气，都是尽量为了增加中低转速扭矩，以提高低速行车的舒适性。总结就是小排量4缸250听着很爽，发动机零件很小，其他自己脑补。就聊这么多吧，哪里不对多多指点。